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4月7號，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聽故事。那周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喜歡聽故事的同學，歡迎今天準時來上課。那麼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的工作。你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好，那麼 Hello Henny， 歡迎。那今天要講的故事呢，是一則很有名的故事哦。那這個故事叫差不多先生。這個故事基本上大部分的華人都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Hello 裴靜跟 Mandarin， 歡迎。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吧。差不多先生。什麼叫差不多？多一點少一點都沒關係，這個跟那個都一樣。差不多這種心態就是你不會要求很精確的數字，你不會很嚴格。我覺得差不多甚至是有一點隨便的心態。所以你們可以想象這個差不多先生這個人，我們今天的主角，他應該是一個有一點點隨便的人，做事情不是那麼嚴謹，不是那麼謹慎的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差不多先生。好，歡迎慧君、春嬌、秀秀、荷香。好，那麼我們開始今天的故事。Hello Breeze。好。Hello 佩霞，這位先生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相貌普通，做事粗心大意。好，那我們的主角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但是呢，我們知道的是他相貌。什麼叫相貌？就是長相，看起來怎麼樣？他的樣子看起來普普通通的，沒有很帥，沒有像我那麼帥做事粗心大意。什麼叫粗心大意呢？就是做事一點都不嚴謹，有一點隨便，這個也好，那個也好所以粗心大意的人基本上常常犯錯，做事常常出錯希望你們不是粗心大意的人對，嚴謹很好 Mandarin。 好，他的口頭禪是差不多就好，所以村裡的人都叫他差不多先生。好，各位同學，什麼叫口頭禪？就是你常常在說話的時候會夾雜的一些話，比如說有人會夾雜說話的時候會夾雜髒話或者是這個嘛，有人的口頭禪是這個嘛，或者是對嘛，就是這樣嘛。所以他在講話的時候常常會加入他的口頭禪，對，夾雜，很好，夾雜。所以你們的口頭禪是什麼呢？我覺得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口頭禪有的人說話會有口頭禪，那目的就是他已經習慣了講這些短語或者是表達不曉得你們說話有沒有口頭禪？有人會這個嘛，這個也算是口頭禪那有人的口頭禪像是髒話好，那差不多先生的口頭禪就是差不多就好了啦，不用那麼計較，這樣就好了，隨便就好了好，所以村裡的人都叫他差不多先生，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的外號 nickname。 差不多先生應該是他的外號，大家都忘了他的真實姓名，所以就叫他的外號吧。小時候母親讓他去雜貨店買紅糖，他卻買白糖回來紅糖跟白糖顏色不一樣，可能味道也不太一樣，对不對？它的烹飪方式也不一樣，对不对？這個他在原來的小說裡寫的是紅糖，不過現在呢，我們中文會叫它黑糖英文都是 brown sugar。我們可以叫它紅糖，也可以叫它黑糖
現在比較多人叫它黑糖，其實是一樣的東西。紅糖跟黑糖是一樣的東西，它的顏色是比較深的，紅色或有一點點黑色、棕色，這個是紅糖或黑糖。但是差不多先生他覺得差不多就好了，他卻買了白糖回來。好 ，OK， 好，差不多先生說紅糖跟白糖差不多啦。媽媽聽了覺得無可奈何，只能搖頭嘆氣。好，什麼叫無可奈何？就是你拿這個人沒辦法，或你拿這件事情沒辦法。You can do nothing about it。無可奈何就是你沒有辦法解決，沒辦法解決，他就是這樣個性的人，沒辦法改變他，或者這件事情你拿他沒辦法，你沒有辦法改變，你只能無可奈何無可奈何。好，那麼所以媽媽呢，只能搖頭嘆氣，或者我們說搖頭嘆息也可以搖頭嘆息也可以好，所以媽媽對差不多先生的這種想法，很隨便的想法，覺得有點無奈，不知道該怎麼辦。差不多先生長大後找到一份當鋪的工作。好，那各位同學長大了，我們的主角長大了，找到一份當鋪的工作。好，各位同學，我覺得現在當鋪比較少了。在以前的那個時代當鋪比較多。當鋪是什麼？就是如果你沒錢了，但是你家裡有一些值錢的物品，可能是花瓶可能是黃金，那麼因為你需要現金，所以你可以拿着這些物品到當鋪去換一些錢來，換一些現金，那當鋪就會收下你要典當的物品，給你現金，這個叫當鋪。那各位同學，當鋪是一家店，所以你可以說一家當鋪、一間當鋪都可以。那這個份這個量詞是跟着工作在一起的，一份工作。好，記得一份工作那當鋪是一家店，所以你可以說一間當鋪、一家當鋪好，不曉得在你們的國家還有沒有當鋪這樣的店？在台灣有，但是不多。如果你有比較名貴的手錶、比較名貴的花瓶、古董，你都可以拿去當鋪換現金。可能你身上沒有錢了，你可以換一些現金好，那差不多先生在當鋪工作。好，差不多先生泰國也有好，差不多先生他工作的時候常常出錯。什麼叫出錯？就是犯錯。常常犯錯，常常出錯比如他把10寫成千，你們會不會這樣？又把千寫成10，這兩個漢字是有一點像的，才差一撇，對不對？所以但是母語者是不會搞錯的。那為什麼差不多先生會搞錯呢？因為他做事態度很隨便，他覺得都可以了，10跟千差一撇而已，不是差不多嗎？但是呢，我們都知道10跟千差2個0，差蠻多的所以其實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是不可以這麼隨便的我們工作要謹慎一點，要小心仔細一點好，所以差不多先生以前小時候把媽媽要的紅糖買成了白糖，現在長大了有了工作，又把10寫成千的一撇又把千寫成10，他工作態度真是太馬虎了好，老闆因此責罵他，他卻說：“哎呀，千和10只差一小撇，差不多了。”好，那各位同學真的差不多嗎？差很多。如果你要算賬的時候，差2個0就差很多了，對不對？這是不可以有的行為所以差不多先生實在太馬虎了對 pawn shop 真的在美國有很多當鋪我倒不知道這個好的，好，台灣這個以前比較多當鋪，現在還是有，但是很少，不多了
不多了。他有沒有丟了工作？沒有誒，這個老闆人還蠻好的。他沒有炒魷魚，他沒有把那個差不多先生炒魷魚了。好，有一次他要搭火車去上海出差，他遲到了2分鐘，錯過了班次。當然，因為這個火車是很準時的，對不對？你如果遲到2分鐘，這個火車就開走了所以他錯過了班次他遲到了2分鐘。但是我們坐過火車的都知道，我們都要提早到因為火車一定會準時開走，對不對好，出差這個詞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 on business trip 好，那差不多先生就安慰自己說，今天出發跟明天出發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什麼都差不多今天出差跟明天出差差不多了。所以你們發現差不多先生這個人往好處想，就是他想得很開，他好像沒有煩惱，他都無所謂。但是往不好的那方面去想，又覺得他做事太馬虎太隨便了，不夠嚴謹，那可能會釀成大錯，可能會出很多錯所以我覺得這種人要說他幸福，還是要說他太隨便了呢？這個很難去判定，對不对好，安慰就是 comfort 好，今天出發跟明天出發差不多了，都可以了好，差不多先生認為細節不重要，做事也馬馬虎虎，每天倒也自得其樂。好，那差不多先生認為，他覺得細節 detail 細節不重要，細節沒關係了。好，做事也馬馬虎虎的，每天倒好，這裡的倒強調一個相反的情況，它是個副詞倒就是強調一個相反的情況自得其樂是什麼意思？自己覺得很快樂我覺得自得其樂的人也不是不好，他很樂觀他做什麼事情自己都覺得很快樂，他的日子過得很開心像理查老師，哎呀，一個禮拜3次直播課，然後每天在家裡運動然後每天在家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理查老師也自得其樂自得其樂基本上是一個好的正向的一個成語如果你做事情自得其樂，那表示你蠻樂觀的你這個人蠻樂觀的，而且呢你不會有煩惱，做什麼事情你都會得到快樂好，這個叫自得其樂，希望你是一個容易自得其樂的人好 OK， 自己做事情可以得到當中的樂趣這個叫自得其樂好，後來他突然生了重病，生病了。好，家人想找隔壁的汪先生來看病。好，差不多先生突然生了重病，他的病很嚴重。那家人呢，要找醫生幫他看病那哪裡有醫生他家隔壁就有一個汪醫生汪大夫那他們想要找汪大夫幫他看病隔壁就是 next door， 住你家隔壁的人，你認識他嗎？你也可以叫他鄰居，對不對？你認識你們家的鄰居嗎？住你隔壁的鄰居，你認識他們嗎？好，自求多福這個情況就要自求多福了，生了重病要自求多福了，是吧？好，結果汪醫生不在，只有對門对門呢就是住你家對面的 across the street 所以我們說對門，你也可以說對面，住你家對面的人叫對門的誰，對面的誰，住你家對面的誰王這個醫生好熟悉啊，對不對原來呢住隔壁的
，next door 的是汪醫生，汪大夫。住對門的是王大夫，王醫生。2個人是不一樣的人哦，他們的職業也不一樣哦。因為汪大夫是治病的，王大夫是獸醫，他是治療動物的，治狗、治貓的、治牛的，他是獸醫啊。所以汪醫師是治人的，王醫師是獸醫，完全不一樣啊。他們的姓有一點像，可是也是不同的人啊，對不對？好，那怎麼了？我們看一下，差不多先生他的病很重，他就跟家人說，汪醫生跟王醫生不都差不多嗎？差3點水而已，沒關係啦，差不多啦，都可以啦，隨便啦。快請他來給我治病，我病那麼重，你們不要再拖了，趕快叫，管他是王醫生還是汪醫生，請他趕快來給我治病吧。好，那你們知道治人的病跟治動物的病是不同的，完全不同，对不对？你不可能叫獸醫來幫你治病嘛。好，王醫生獸醫，王醫生他是 vet， 他是獸醫，用醫治動物的方法他不是用醫治人的方法，他是用醫治動物的方法治療差不多先生，結果病情更加嚴重。當然病情就是他的病的情況，叫病情病的情況。結果差不多先生的病沒有被治好，反而越來越嚴重了。慘了，對不對？慘了。好，最後差不多先生病入膏肓，他躺在床上準備交代遺言。這個王醫師沒有把差不多先生治好，反而他病情變得更加嚴重了，最後病入膏肓。好，這是一個成語，膏跟肓是人體的部位，如果你的疾病病到很嚴重的話，我們中文就會說病入膏肓。那你不用在意膏跟肓是身體的哪些部分你只要知道這個成語就是病得快死掉了，差不多要死了。一個病入膏肓的人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因為他的病已經太嚴重了。好，這個成語非常重要，請你們記起來。如果有人告訴你他病入膏肓了，表示他已經沒有辦法治療了，他的病太嚴重了。好，那差不多先生準備交代遺言了準備就是 get ready to， 交代就是說的意思，我們中文會用交代遺言。好，這個搭配請你記起來，就是要把他最後死之前要把他最後的話講出來，可能要告訴他的家人我快死了，我有什麼願望，我有什麼心願，我最後有什麼要說的這個叫遺言。遺言就是人在死之前要說的話，要交代的事情，要告訴別人的話好，這個叫交代遺言，不是成語啦交代遺言是一個搭配，它不是成語好，那有的人死得太突然了，連遺言都來不及交代，他就死了有的人他可能死得太突然了交代遺言好 OK。 那我們中文這個英文說那個 will 就是那個我們說遺書，對不对就是有的人在死之前會留下遺書可能他要自殺，自殺前他留下遺書，對不對好，遺書，有些人要自殺，他會先寫一封信或寫字條那是他的遺書那剛剛有遺言，還有一個叫遺囑遺囑就是通常呢，就是可能有錢人
他要死之前，他會留下遺囑，告訴律師說啊，我的財產要給我的兒子、大兒子還是二兒子。遺囑一般是比較有錢的人，他想要把他的遺產留給誰，他會立下遺囑啊，立下遺囑啊。好啊，有的有錢人他會立下遺囑，告訴律師說啊，我的財產最後是要給誰的啊？那請你遵守這個遺囑裡面的交代啊。所以這個有很多這種相似的字啊，請你們注意一下啊。遺言、遺囑、遺書啊，好，差不多先生說，哎呀，活人跟死人其實也差不多啦。他話一說完就死了，就咽氣了，就咽氣了。話說完就咽氣了，好，就死了，就沒氣了，好，就死了哦。好的，那差不多先生，其實這種人也過得蠻豁達的啦，我覺得也蠻好的，對不對？他覺得死的跟活的還不是一樣嗎？活人跟死人還不是一樣嗎？差不多啦，沒關係啦，那死了就算了。誒，這種人我覺得好像也活得蠻快樂的耶，對不對？幹嘛這麼嚴肅的過日子，對不對？多一撇少一撇沒關係嘛，紅糖跟白糖一樣嘛，沒關係嘛。今天出差跟明天出差不是一樣嗎？我覺得這種人好像也蠻不錯的耶。你們想不想當差不多先生？好像也過得蠻開心的，對不對？何必那麼多煩惱呢？好像也不錯。好，那我們的故事結束了哦。那這個在很多年前哦，中國人做事是非常隨便的哦，可能70、80年前吧，中國人做事情很隨便，這樣也好，那樣也好，所以中國那時候很弱，國力很弱，所以這個作者就寫了這個故事來諷刺那個時候中國人做事都很隨便。難怪國力這麼弱，國家都不會進步，大家都是差不多先生啊，所以這是一則很有意思的故事啊。那當然，如果要做生意、要做事情，我們還是要嚴謹一點，要謹慎仔細一點啊，要勤奮一點啊。這個差不多先生是不是哲學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哲學家。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啊。我覺得當差不多先生，有時候當然工作不要當差不多先生，但是在你對待生活的時候，有時候差不多的心態也蠻好的呀，對不對？當你面對壓力很大的生活，有時候也要自得其樂，也要當一下差不多先生。我覺得你面對工作的時候，當然要勤奮嚴謹。但是面對生活一些困難的時候，面對一些批評的時候，有時候當一下差不多先生，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你們覺得呢？好，問題一，差不多先生的個性怎麼樣？好，你們可以用中文描述一下嗎？差不多先生的個性怎麼樣？像他這種人，是不是在工作上有什麼表現？好，有人說差不多先生的個性很隨便，很馬虎，可以，他是個馬馬虎虎的人，很好。他做事不謹慎，你也可以這樣說，他做事不謹慎，他做事很隨便，也可以。好。基本上他就是一個不在意細節的人，馬馬非驢非馬，樂觀，對，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他也蠻自得其樂，蠻樂觀的啊。這種時候面對生活的困難，有時候樂觀一點也不錯啊。對，他認為細節不重要，也覺得細節無所謂。好，那麼我們看問題二，
當鋪老闆為什麼責罵差不多先生？好，這題應該很簡單哦。當鋪先生為什麼責罵差不多先生？當鋪老闆為什麼責罵？好，責罵就是 scold， 就是你怎麼可以這樣責罵？有時候小孩做錯事情了，父母會責罵小孩；有時候學生做錯題目，數學題做錯了，老師會責罵學生。學生忘了寫作業，老師會責罵學生哦。好，秀秀說，因為差不多先生工作常常出錯，很好哦，這個詞彙要記得，出錯，答對了。還有呢，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事例？他具體做了什麼，所以讓老闆很生氣？不識字也不算不識字了，就是他覺得有些字差不多嘛，十跟千不是一樣嗎？他把十寫成千，又把千寫成十，這是一個具體事例對，他寫數字都写錯了，對不对？好，沒有錯他把十寫成千，又把千寫成十這個是這題的答案。好，我們看問題3，差不多先生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好，這題你可以很簡單的回答，你也可以回答的比較詳細。那麼我們不要當差不多先生，所以我們回答詳細一點好了好，那比較馬虎的、比較簡單的、簡短的回答是，他最後的結局是死了，咽氣了。那如果你要寫的仔細詳細一點，你可以寫說他請什麼來怎麼樣。好秀秀說差不多先生說他最後的結局活人跟死人差不多他去世了，好，他死了，对不对？他死了。還有呢，有沒有別的回答？好，我看到有同學很好，他寫差不多先生做事不謹慎，他請獸醫來治病。獸醫是王先生還是汪先生？你們要請對醫生哦。獸醫是王先生差不多先生請王大夫，獸醫王大夫來治病，結果把他治死了，把差不多先生治死了，病情更加嚴重。還記得那個成語嗎？如果你的病嚴重到沒有辦法治療了，這個叫什麼？4個字的成語，老師考你們還記不記得？差不多先生的結局是他生了重病，家人請對面的王獸醫來給他治病，來給他治病，最後差不多先生死了，很好。他病死了，因為他隨便找醫生来治病，好，对了，秀秀很好，病入膏肓，他請獸醫王大夫來治病，結果病情更加嚴重，最後病入膏肓，這個成語記起來，就是病情嚴重到無法治療了，叫病入膏肓。病入膏肓的人基本上就是快要死了，沒有辦法治了好，很棒。好，我們最後來練習一下今天的生詞，每個生詞老師會念3遍好，你可以跟我一起念：當鋪，責罵，撇，一撇，這是一撇大陸是不是念撇啊？我看一下，這個老師再查一下好了在台灣是念撇，大陸是不是念撇？我不曉得好，再來安慰，獸醫，遺言，好，遺言要用交代的交代遺言就是
說出來的話，死之前的人說出來的話叫遺言。遺言。好 ，OK， 那今天的課就到這了。你們喜歡今天的故事嗎？我覺得差不多先生的心態並不是不好，用在工作上，我覺得還是要勤奮、謹慎、嚴謹一點。但是有時候面對生活的困難，面對別人的批評，面對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有時候是可以用差不多先生的心態，不要想太多，也不要鑽牛角尖。好，3聲啊，好，喬瑪說這個撇也是3聲哦，好，一撇，一撇，好 ，OK， 那我們週4見，拜拜。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故事，請你留言告訴我，老師我很喜歡今天的故事。如果你真的喜歡今天的故事，要留言告訴我喲。